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大宋消防队与城市管理者。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汴河之上，北宋都城东京汴梁经开封开始苏醒。运河上千帆竞发，街道上人流如织，店铺鳞次栉比，叫卖声此起彼伏。这座11世纪的世界级大都市，人口超过100万，商业繁荣程度令同时代的巴格达、君士坦丁堡都黯然失色。然而，繁华背后是巨大的管理挑战。密集的木结构建筑、狭窄的街巷、庞大的流动人口，使得火灾、交通堵塞、卫生问题成为悬在这座城市头上的利剑。令人惊叹的是，宋代的城市管理者们创造性地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专业化城市管理体系，其中前火队与街道司成为维系这座超级都市运转的两大支柱。宋代以前，中国虽有一定火灾防控措施，但多为临时性、自发性的邻里互助。到了宋代，城市规模空前扩大，火灾威胁急剧增加。据《宋史》记载，仅北宋时期汴京发生的大型火灾就超过40次，其中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皇宫大火，延烧8殿，宫室多焚；嘉佑元年1056年城中大火，焚屋1000余间。面对严峻形势，专业化消防队伍应运而生。北宋初期已设有军巡铺，负责夜间防火巡逻，但真正意义上的专业消防队伍前火队，又称防御军，是在北宋中期逐渐完善的。前火意为将火势前灭于萌芽状态，体现了预防为主的理念。宋代前火队建立了多层次、网络化的组织架构，中央与地方协同体系。在都城汴梁，前火队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地方州县则设有相应的消防组织。这种中央示范、地方效仿的模式，使得专业消防制度迅速推广到全国主要城市。专业分工明确的队伍，前火队成员均为职业军士，不再承担作战任务，专司防火救火。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前火队人数达3000余人，按城区划分为若干防隅，每个防隅负责特定区域的消防任务。严密的预警网络，全城高处设望火楼，楼高约10米，上有专人日夜瞭望，发现火情，白天举旗，夜间举灯指示方向，并通过敲击响板、吹号等方式传递警报。望火楼下常驻前火队员100余人，配备各类消防器材，由速则迟报。配套基础设施，汴京城内开凿了多条防火水渠，如金水河贯穿全城，既美化环境，又提供消防水源。重要区域设置防火水池和储水桶，有些地方还设置了被称为火备的沙土堆，用于扑灭油类火灾。宋代前火队的装备水平在当时世界堪称一流。灭火器具除了水桶、水囊等基本工具，还配备了被称为机桶的原始压力泵。这种竹制或铜制的喷水器械，通过活塞原理将水喷出，比单纯泼水效率高出数倍。破拆工具针对木结构建筑特点，配备了大量斧、锯、镢头等破拆工具，用于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护装备，队员配备浸湿的麻布衫、皮质手套和面罩，有些还配有被称为火背心的防护服。特种设备，为应对夜间火灾，配备了大量灯笼火把；为应对高处火情，配备了长梯、钩索等登高设备，还备有大量水囊，用动物膀胱或皮革制成的储水袋可投掷至火场。前火队的应急响应流程高度制度化。预警阶段，望火楼哨兵发现火情，立即以特定信号发出警报。不同方向、不同强度的火情有不同信号，避免混乱。响应阶段，警报发出后，所在防隅的前火队立即集结出发，临近防隅队伍随即增援。同时有专人飞马通报相关部门。现场处置，到达火场后，指挥官迅速评估火势，组织扑救。通常分为几个小组，供水组负责水源保障，扑救组直接灭火，破拆组负责拆除易燃建筑，开辟隔离带，警戒组维持秩序，防止踩踏和趁火打劫。协同作战，火势较大时，多个防御队伍协同作战，有时甚至调动驻军协助。据记载，大型火灾时，参与灭火人员可达上万人。善后工作，火灾扑灭后，前火队需留守现场，防止复燃。
同时协助受灾百姓安置、统计损失。宋代消防制度最可贵之处在于防患于未然的理念。建筑规范，官府对建筑间距、建筑材料有明确规定。商铺密集区要求留出火巷，鼓励使用砖瓦替代茅草屋顶。对厨房、作坊等易失火场所的位置有特殊规定。日常巡查，前火队员并非只在火灾时出动，平时定期巡查，检查火源隐患，督促居民清理灶堂，安全用火。公众教育，通过张贴告示、说书人宣讲等方式普及防火知识。每年特定时节还会组织消防演练，提高居民自救能力。奖惩制度，对举报火灾隐患、扑救初期火灾的百姓给予奖励，对玩忽职守的前火队员、失职导致火灾的官员严厉惩处。据《宋刑统》记载，因失职引发重大火灾的官员可能被处以流放甚至死刑。前火队的成效显著，虽然宋代火灾记录不少，但在如此高密度木结构城市中，很少出现类似欧洲中世纪烧毁半座城市的毁灭性大火。南宋临安（今杭州）延续了这套制度，并进一步完善，使这座人口100万、物与稠密的都市得以安全运转。如果说前火队应对的是突发危机，那么街道司面对的就是日常却同样棘手的城市管理问题。宋代城市的商业活力远超历代，但也带来了占道经营、交通拥堵、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维护等一系列问题。唐代的方式制，居住区与商业区严格分离已被彻底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开放的街市格局。这种转变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使城市管理复杂程度呈几何级增长。街道司应运而生，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专业化城市管理机构之一。北宋初年已有相关设置，至真宗时期998至1022年制度化，在都城汴梁及各大城市普遍设立。街道司的职责范围广泛，几乎涵盖现代城市管理的所有方面。环境卫生管理，组织清扫街道、清运垃圾、疏通沟渠。汴梁街道每天有专人清扫，垃圾有固定倾倒点，由官府统一运至城外处理。对随意倾倒垃圾、污水者处以罚款。市容市貌维护，整治占道经营，规范店铺招牌，清理违章搭建。街道司规定，商铺不得超出屋檐搭建雨棚，不得在街道上堆放商品，保持街道畅通。交通秩序维持，在繁忙路口疏导人流车流，管理桥梁通行秩序，处理交通事故。汴梁的重要桥梁如周桥、虹桥都有专人管理，防止拥堵。公共设施维护，负责道路、桥梁、排水系统、路灯等公共设施的修建与维护。宋代城市已有较为完善的排水系统，街道司定期检查清理。市场秩序协管，配合市一司管理市场，打击欺行霸市、缺斤短两等行为，维护公平交易。绿化管理，负责街道树木的种植与维护。宋代城市重视绿化，汴梁御街两侧种植果树，兼具观赏与实用功能。街道司的组织结构根据城市规模而定。在汴梁设有专门的街道司衙门，长官为勾当街道司公事，下设各级官吏和大量役夫。役夫分为不同班组，各司其职。清道夫负责打扫，沟渠夫负责排水，修路夫负责道路维护等。宋代城市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令人惊叹。分时段管理，主要商业街道实行分时段管理。白天允许在划定区域摆摊，但必须留出足够通行空间。傍晚收市后，街道司督促商户清理场地，恢复街道原貌。标准化要求，对店铺招牌尺寸、悬挂高度有统一规定，既保持市容整齐，又避免妨碍交通。对夜市灯火也有管理，既要保证照明，又要防火。专业化工具，街道司配备专用工具，如大型扫帚、垃圾车、疏通用铁钩等。冬季还备有除雪工具，雪后及时清扫主要道路。协同机制，街道司与前火队、巡检司、治安部门、市役司、市场管理部门建立协同机制。例如，发现占道经营堵塞消防通道，街道司会通知前火队联合处理。宋代城市管理并非简单粗暴的禁止，而是充满人性化考量。疏导结合，并非一律禁止摊贩，
而是在不影响交通、消防的区域划定专门市场，如汴梁的周桥夜市成为著名景点，既满足百姓需求，又便于管理，民生兼顾。冬季允许平民在特定区域搭建简易棚屋避寒，春季再统一拆除。对以街头贩卖为生的小商贩给予一定宽容。公众参与，鼓励居民举报城市管理问题，如发现道路损坏、沟渠堵塞，可向街道司报告。有些地方还实行门前3包的雏形，要求商户保持门前清洁。前火队与街道司虽职责不同，但协同密切，形成城市管理的黄金搭档。信息互通，街道司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火灾隐患，如堵塞的消防通道、违章搭建的易燃建筑，会及时通报前火队。前火队则可建议街道司整治某些高危区域。联合行动，重大活动前，2个机构联合检查安全隐患，火灾后街道司协助清理现场，恢复秩序。资源共享，街道司维护的供水系统是前火队的消防水源，前火队的部分装备由街道司协助保管维护。宋代城市管理的有效性建立在完善的法律制度基础上。系统立法，宋刑统中有专门针对火灾预防、城市管理的条款，此外还有大量敕令格式、皇帝命令与行政法规，细化管理措施。责任明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都有明确的防火、城市管理职责，失职者追究责任，成绩显著者予以奖励。财政保障，前火队、街道司的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汴梁等大城市还设有长平仓，储备救灾物资，火灾后官府会拨款救助灾民，帮助重建。技术标准化，消防器材、环卫工具的制作标准逐渐统一，提高效率的同时，也便于批量生产和维护。宋代城市管理的成功离不开公众的理解与参与。宣传教育，官府通过多种渠道宣传防火知识、城市管理规定。一些通俗易懂的防火歌谣、市井公约在民间流传。民间自救组织，在官府组织之外，民间也有自救互助的传统。一些街区成立水社、义救会等组织，配备简单灭火工具，协助官府维护社区安全与卫生。商业行会参与，宋代商业行会发达，各行业行会协助官府管理本行业商户，督促遵守消防、卫生等规定。千年之前，宋代的城市管理者们面对100万级人口的超级都市，创造了一套专业化、制度化、人性化的管理体系。前火队与街道司一应对突发事件，一负责日常维护，共同维系着城市的繁荣与安全。这套系统的智慧至今仍给我们深刻启示。预防优于补救，宋代前火队前火之名，街道司的日常巡查都体现了防患于未然的智慧。现代城市管理同样需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专业化是基础，宋代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专业消防队和城市管理机构，专业化带来高效。现代城市管理日益复杂，更需要专业化队伍和科学方法。系统思维至关重要，宋代管理者将防火、交通、卫生、市容等问题视为有机整体，建立协同机制。现代城市作为复杂巨系统，更需要跨部门协作的系统思维。法治与人性化结合，宋代城市管理既有明确法规，又考虑民生实际，在秩序与活力间寻求平衡。这对现代城市如何在规范管理的同时保持烟火气仍有借鉴意义。技术创新驱动，从机统到标准化工具，宋代城市管理者积极应用当时最新技术。今天，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正为城市管理带来革命性变化。当我们漫步在现代都市，看着消防车呼啸而过，环卫工人清扫街道，或许很少想到，这种专业化城市管理的雏形，早在1000年前的中国宋代就已出现。那些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前火队员和街道司义夫，用他们的智慧与汗水，为世界城市文明留下了宝贵遗产。回望汴梁的繁华与秩序，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段辉煌历史，更是人类面对共同城市挑战时那跨越时空的智慧闪光。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limmers。 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